大家好，今天我想和大家谈一个很多人都避而不谈的问题，那就是我们的人生到底有没有意义？有人说意义来自信仰，有人说意义来自文化，也有人说意义来自家庭和责任感。这些答案听上去都很宏大，但其实它们都有同一个根源，那就是我们的大脑。我们的大脑是怎么运作的？大脑靠化学物质来驱动我们，比如多巴胺让我们在追逐目标时感到兴奋，内啡肽让我们在依恋中感到温暖。所以换句话说，当有人说我感受到了爱，其实这是依恋激素在作祟；如果有人说我找到了信仰，其实这是多巴胺给的奖励。所以意义并不是宇宙赋予的，这些都只是大脑给我们写的剧本罢了。就好比老鼠追奶酪是为了多巴胺，人类呢追理想又何尝不是？只是我们更会包装，我们把它叫做责任、传承、爱。我并不否认这些，但我想说的是，它们的底层是机制。承认机制并不冷血，相反，只有承认这些，我们才更有选择权来决定要不要被这种机制牵着走。因为如果把视角放到宇宙，人类可以渺小到忽略不计。我们不是宇宙的主角，我们只是更会伪装的动物。当然，很多人说人类是独一无二的，人类是这个地球的主宰。确实，我承认，我们建造了城市，创造了艺术，甚至改变了地球的生态。但如果再把视角放大一些，地球在没有我们之前已经存在了40多亿年，而宇宙也已经存在了100多亿年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现在所骄傲的一切，只不过是尘埃上的一次短暂涌动。当然，这并不是要贬低人类，因为只有承认我们并不特殊，我们才有时间真正下来冷静下来思考，在这极短的存在里，我们到底该如何度过？当然，这时候有人会说，那既然宇宙毫无意义，人类又如此渺小，我干脆摆烂算了。但其实我们的大脑根本不会允许，因为没有追逐就没有多巴胺，人很快也会开始陷入空虚、麻木，甚至抑郁。摆烂的快乐很浅，转瞬即逝，留下的只有空洞。但如果你真的心安理得，你达到了你的目标，那我真诚地祝福你可以享受自己的人生。但如果你一边摆烂，一边羡慕着别人拼尽全力努力过后的成果，那你得承认你并不满足。所以问题不是要不要追逐，而是追逐什么，这也才是我们唯一的自由。而在这有限制的选择里，我的选择是把人生当作舞台，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发挥出我无限的潜能与热情，不是因为这世界或其他人在乎，而是因为这是唯一能让我最大化持续获得满足感的方式。那么有人会说，如果我们拼尽全力，最后还是没有达到我们的目标呢？我承认，结果不由我们完全掌控，它也取决于很多外界因素，比如时代、运气、背景等等等等。但过程是我们可以掌握的。大脑在我们追逐目标的过程当中，也会持续释放化学物质，来让我们体验所谓的满足感与幸福感。所以我想说，全力以赴比结果更重要，因为结果可能背叛你，但过程中的满足感不会。当然，我也承认，人类的出生是被迫的，没人问过我们愿不愿意来到这个世界。很多父母常常说，生孩子是传承，是责任，是爱，这些确实很真实。但我要提醒大家的是，任何选择都有成本。生育这件事本质上就是自私的，因为它的动机都来自于父母本身。所以，如果父母只享受了一个选择，而不为此付出成本，那么最后他们可能连一开始的幸福感
和满足感都会消失，等待他们的只有尴尬，甚至反噬。举个例子，如果父母选择了生育，而不为这个孩子提供任何支撑，那他很有可能以后会因为缺乏教育和能力而陷入失业、低薪，甚至负债。而在这种长期压抑的环境下，他很有可能会出现生理和心理上的问题，比如说情绪不稳定，这也会导致他开始有意识甚至无意识的开始伤害身边的人，而父母往往是他们最近的人，所以到时候这个结果早已不是孩子一个人在承担，而是直接回到了父母身上。所以我想说，投入并不会保证这个孩子一定成功，但不投入几乎可以保证他不可能前行，甚至遭到反噬。如果生育是自私，那岂不是所有生物的繁衍都叫做自私？我要告诉大家的是，没错，繁衍就是基因的自私，它不会在乎个体的感受，它只在乎自身的延续。所以，而我们作为孩子，作为已经登上舞台的人，我们也必须清醒地接受这一个现实。我们已经没有退场的门票，所以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主动演好属于我们自己的这一场戏，点亮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火花。最后，我想告诉大家，虚无不是终点，也不是敌人，而是舞台。世界确实荒谬，但我要在荒谬里发挥自己最真正的力量，体验最极致的满足感。